我是骑车人的小小，春光灿烂，万物复苏啊！但是我们今天要干一件挺虐的事儿，开着身旁的这台全新的腾势 Z9 GT 去一个号称江浙沪秋名山的地方——四明山。但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儿呢？第一，那条山路啊弯多、坡陡、落差大，是检验一台车底盘操控的天然试炼场。尤其是这台车有E3方，有云辇 A， 不到这种路上跑一跑啊，实在太浪费了。第二，这条从上海往返四明山的线路呢，接近600公里，这个距离啊，刚好能够测试出它的真实续航水平。820公里的 CLTC 续航到底虚不虚？山路加上高速又混着跑，不补电往返，看看它能撑多久。所以我们今天挑战非常明确，先跑山不补电后闪充，把操控、续航、补能在这台车上一次性全验证。今天呢，我们开的是腾势 Z9 GT 的820公里E3方闪充性能型，3电机4驱，0百加速2.7秒，标配了碳套刹车盘和前6活塞卡钳，还有E3方和正负10度的后轮转向，最小的转半径呢只有4.62米，听起来很猛啊。不过一会儿我们山路上见真章。走进车内啊，这次的新款腾势 Z9 GT 呢，真的是听劝了。首先呢，老款的水晶挡把占中间的中控区域啊，现在呢换成了金属的怀挡，操作会更加的优雅，还释放了储物空间。空调的出风口呢也变得更加精致了，重新设计成了镀铬的边光造型，还有3辐式的运动方向盘，加了Boost 拨片啊，战斗气息一下就有了。还有内饰配色，如你所见，新增了一个熔岩红，搭配了侦探纤维的编织套件，完全贴合豪华 GT 的定位。好了，了解完这台车的基础信息，我们就里程清零，满电出发。从上海到四明山的全程是260公里，那我们从城区到高速这一方呢是跑了55公里。那我们出发前的表显里程呢是785，到现在显示表显的摄影里程呢是730公里，这不就是100%的续航达成率吗？不过呢，难点啊是在高速上，现在为止啊，我还是信心满满的。那上了高速之后呢，这台车的底盘素质啊就完全被展现出来了。像云辇 A 智能空气悬架，它就可以把路面上的那些细碎的颠簸呀、桥梁接缝啊，还有起伏啊，都过滤得干干净净，就是车身呢就像被吸在路面上一样啊。就你坐在车里呢，几乎是感觉不到路面的任何干扰的。那我们现在呢是时速100公里每小时来巡航，车内的静谧性做得也很好，风噪啊、胎噪啊都处理得非常到位。另外呢，虽然这台车的尺寸很长，轴距也很长，但高速上你像变道啊，你超车的姿态都非常稳，不会有那种晃晃悠悠开船的感觉，而且给你一种很扎实、很安定的感受。那开长途呢，舒服和安全是同样重要的。但这台全新的腾势 Z9 GT 把两者都给你了。你像我现在在开着车啊，我前方的50英寸的 LHUD 啊，它就把导航信息显示的一目了然，那不用低头去看仪表盘了。低马雷的音响呢，自然是不用多说，而且这次呢是升级了它的螺旋纹的音响罩，看上去很有质感。3个50瓦的手机快充，这次也是没有落下的，左边右边各一个，后排的乘客呢也有。出发前呢，我们还在冰箱呢冻上了饮品啊，这个冰箱呢是智能的冷暖箱，从0+6度到50度，所以啊非常实用。现在呢，距离四明山还有60公里啊，我们全程是高速巡航的，那电量消耗的呢非常平稳，820公里的续航里程呢，哪怕是性能版也完全不虚啊，所以这就是续航之王给的底气。此刻呢，我们就已经到达了四明山了。这满眼的春日花海啊，真的是太美了。那我身旁的这台呢是冬日青啊，在整个山间呢显得干净清透。当然这次升级呢，我还有2个非常喜欢的颜色，一个是霞光绿，一个是极光紫啊。每一款呢都足够出片，不愧是获得了 CMF 设计之尊金奖的最美 GT。正式上山啊，大家都知道呢，这台车它是一台妥妥的 D 级车，因为它的车长呢是超过了5.1米，轴距呢是3.125米。开这样的大车上山啊，最害怕的就是笨重了。但是呢，我这台全新的腾势 Z9 GT 是拥有4.62米的转弯半径，原因就在于它是正负10度的后轮转向，所以可以带来比很多 A 级车都还要灵活的操控。你看一下我们刚刚过去的那个回头弯啊，就是我的方向盘不需要有太大的调整的动作，它的车头呢就直接跟进去了，车尾呢也随之而来，整个非常听话。
那E3方呢，除了有后轮转向之外呢，还有3电机的独立的矢量控制，它可以让每个车轮的动力都独立的分配，所以说你能感觉到4个轮子呢能够牢牢的抓住地面，让你开起来非常的有信心。其次呢，云辇 A 也可以在我们过弯的时候呢控制它的刚度和阻尼，所以呢它的车身侧倾呢控制的非常好。再加上前方呢还有一个 Boost 的拨片啊，就是你按下之后呢，它的动力响应会更加的直接，无论是你山路要超车还是出弯加速啊，它都是干脆利落的。而且作为性能版，它用了碳陶的刹车盘，还有6活塞的卡钳，就是跑向的最大的感受啊，就是连续的弯道，它反复的刹车，它的制动力也非常的线性，踩多少有多少啊，特别的扎实。所以开这台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，开大车也可以很灵活，开快车也可以很从容。回到上海呢，虽然是下雨了，不过这一路的美景啊，真的是让人意犹未尽。给大家汇报一下，我们这一次上海往返四明山呢，总里程是553公里。那目前呢，我们的表显电量是剩余14%，还有116公里，折算下来，我们的续航达成率呢是82.6%。要知道啊，我们这是一台E3方的3电机4驱的性能版，而且我们这一路开的一点都不温柔，80%以上都是高速和山路，尤其是山路路段，我们全程都是激烈驾驶，连续弯道重刹入弯，全油门出弯，全程高负荷的动态操控，完全不做任何的省电操作。所以呢，也有这样的表现呢，只能说比亚迪的第2代刀片电池有点东西。不仅如此啊，它还能够做到边闪充边针刺，以及10倍的新国标底部抗击测试，它都能够扛住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你只管跑，它来给你兜底。所以我们这一趟不充电往返四明山拿下。全新的腾势 Z9 GT 的全系标配兆瓦闪充，也就是说，无论你买哪个版本，都能享受到现在这样的补能速度啊！而且呢，现在买闪充技术已经不是期货了，因为截止到3月份呢，全国已经建成了近5000座的闪充站，年底要达到2万座，无论是高速服务区还是城市的核心区域，它都可以覆盖。我们在附近呢随机找了一个闪充站来给这台车充电啊。首先呢，这个闪充站给我的感觉啊，第一印象就是干净整洁。你试想一下，像这样的下雨天，如果说一个女生用普通的状态充电，她可能是这样的。但是有了比亚迪的兆瓦闪充，你就可以这样的。你看啊，就单手操作，毫不费力，即使是这样的下雨天，也不会让我们特别的狼狈。那现在这台全新的腾势 Z9 GT 呢，还送1年的免费闪充权益啊！我真的很有可能因为这一个原因就买它。起始电量14%，剩余续航里程113公里，闪充测试开始。充电5分钟之后，电量便达到了71%，续航里程也来到了590公里。充电9分钟，电量直接95%，几乎满电。这就是比亚迪的闪充技术。就算零下30度，也只多充3分钟。相比于老款，全新腾势 Z9 GT 最难得的地方在于它终于不偏科了。这一趟跑下来，有山路上的随心所欲，有返程时看着续航余量的踏实，也有最后那分钟闪充的干脆利落。一台真正的豪华性能 GT， 不是让你在参数表里找优越感，而是让你在每个想出发的瞬间都有说走就走的底气。